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o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探戈杂谈室。那我们这个探戈杂谈室呢，来聊阿根廷探戈的文化、音乐、歌词、历史、舞会里面发生等等的事情，就是不聊舞步，要学舞步，请到教室来上课。那我们这一次的贵宾呢，是我才刚认识的新朋友。今年你没有刚认识吧？也有半年了吧？还没啊，还没两个月，还没，你不要插话，还没到你。是今年1月的时候，我去广州的时候认识的。那参加那个 Felix 他们探戈举办的一个 Tan Milonga 3，那也是一个马拉松形式的活动。就在这个活动里面认识这位大圣。那我看到他的时候，看他跳舞，我就觉得，哎呦，看起来很有资历，而且还带舞鞋来卖，应该很有一个那个背景哦。好，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小配包。第二天去逛街的时候，刚好买了冰淇淋，就请他吃，就这样刚好就可以调让他跟我一起跳舞，这样。就是这样啊，对，所以就很荣幸可以认识他。那我们后来也聊了很多探戈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那因为最后问他说：“哎，那你跳了多久？”他跟我说2年。我说：“啊，怎么可能跳这么好，跳2年啊？”一问，难怪1周上6、7堂课，能不跳好都困难这样。好，所以人家的1年等于我们的6年在用啊，所以2年等于我们的12年。所以今天邀请他来，那他刚好又在应该是这个月还是上个月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中国的锦标赛，拿了蛮不错的成绩，所以今天来跟他一起聊探戈的事情，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好，所以我们欢迎大圣来到我们的探戈杂谈室。Hello， 大家好。好啊，那大圣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叫大圣。这是网名啊，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齐天大圣啊。哦，因为我看了个电影叫那个《大圣归来》，然后我一直觉得我的性格和孙悟空有点像，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网名。你说很，其实我的网名是请叫我大圣，而不是大圣，但是别人一直以为就是我想让别人叫我大圣，因为那是那个影片里的一个台词了。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来到人间，然后那个路上的人问他你叫什么，他说请叫我大圣。我是上海人，然后我早年有学过一些国标的舞蹈啊，摩登啊、拉丁，然后中间有很多年就停止，因为没有固定舞伴。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吧，21年正好大家都没有事干啊，工作都停下来，所以我就正好朋友介绍认识了阿根廷探戈，然后就开始学习。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真真实实的有2年半的学习时间吧。因为疫情的时候，大陆这边上海有封闭3个月嘛，然后有解封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那个传染之后，又有1个月，大家全社会都停下来，差不多有4个月没有去跳舞，但是整个在过去2年多、3年不到的时间里，基本上每天都有跳。每天都跳，因为我们学校我所在那个俱乐部是礼拜1休息，其他时间都有课。礼拜1休息哦，蛮特别的，选了礼拜1，好像美术馆这样。因为校长说他很累，他需要有一天休息，所以礼拜1他就要停下来。但是通常 Tango 的俱乐部都会在周末比较热闹嘛，因为大家的上课都会周6、周日啊，然后周5晚上有舞会啊，或者有些地方周末也都有舞会。所以周1的话，大家都回归工作嘛，所以我们俱乐部教室也是暂停。校长是 Sherry 吗？对 ，Sherry 侯，对 ，Sherry，他的经历也很好。是，但是我是歪打误撞去到了这个俱乐部吧，因为我只是朋友介绍说，疫情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是在做阿根廷牛肉的推广。OK， 然后要推广牛肉的话，他就要
办一些试吃会啊，嗯推荐啊，给地区的经销商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们都会摆在5星级酒店。嗯然后呢，那么你光吃也没劲嘛，那要搞一些文化活动嘛，搞一些宣传啊，搞一些娱乐，所以觉得哎，阿根廷还有什么呢？哦，想半天，足球还有探戈，那么就在国内找到了一些跳探戈的，就是说老师啊或者俱乐部的，因为比如说成都啊、北京啊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办完之后回来，他就给我看，他说：“哎，我看到，哎，这些跳舞的人很好看，你以前是跳舞的，我给你看。”然后通过这个我就知道了，原来哦有阿根廷探戈这个事情，和国标的探戈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就去上网找，那上网搜索，那大陆是用大众点评嘛，那我就搜索阿根廷探戈，那就跳出来上海有好几家。那一般你肯定是找离家里最近的那个嘛。对，那所以我就找到那个现在我在的这个俱乐部，离我最近嘛。当然近也没有多近嘛，那个时候我住在郊区，反正进城都要30公里。哦，30公里，好远哦。对，我住在上海的那个朱家角啊，青浦那边。OK，疫情的时候我搬到乡下，我觉得离人远一点好一点，然后带着我的狗就到那边，我就离闹市远一点。随后那反正就选一个公里数最近的吧，然后就去了吧，就反正也挺价格也不贵，然后每周上一次零基础的课，你可能10次嘛，2个月你就基本上能够入门，对，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反正通过这样就也没有做任何的比较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学任何东西你刚入门你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就先去学了再说，所以但是发现一学非常有兴趣，然后就一直学，然后也觉得逐步更了解我的老师还有他的背景，然后在圈子里也多了解了一下之后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讲究。那最后我觉得我的这个歪打误撞的选择倒是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老师，在一个比较俱乐部，对，那我也没必要去换别的地方，就继续在这边学习就好了。对呀，学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我觉得我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统的一个老师吧，因为通常去阿根廷学习都会在民间学习比较多，而他是正规的在阿根廷的那个阿根廷的国立艺术大学有上了5年探戈的本科，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后来看了他的很多文章啊，了解他的背景，也看了他的书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有很多的区别。那学习嘛，你总是想要一些更体系化的、更正统化的一些学习的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就非常好。有时候就是一个蛮幸运的一个缘分。对，运气，我这个人运气一直很好。那探戈路上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你非常有好运气的部分？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幸运吧，我的老师是比较 open 的一个老师，然后俱乐部也是一个比较 warm 的俱乐部，然后一路走来我没有走什么弯路，这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现在我看下来，包括我经历下来、了解下来，其实很多人在探戈的学习路上应该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时间，或者说经历了很多的不同的老师，但是到最后，可能也没有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准。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或者是有些人可能10年才可能达到一个水平，因为他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有些人可能3年5年他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吧，我到现在2年多，我觉得一切都是比较顺利的弯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是因为你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这样吗？可以这么说吧，一半一半吧，一半也是运气吧，因为也有可能找到一个不好的老师，也很正常。但是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又很认真学习，所以你的进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就是个缘分吧，这个就是一切就随遇而安，随缘就好了嘛。然后你想做一件事就认真去做就好了。真的想做去做就好了。对。你觉得你在什么时间点开始觉得像探戈这件事情
对你非常的你非常的投入，因为你现在其实才跳2年半，通常一般的人可能是跳到现在才开始非常投入，可是你已经开始，比方说进口舞鞋，然后会去跑其他国家的活动了。你从什么时间点你就开始这么投入了？其实我本来的计划是认真的学习3年的基础，然后其实呢，就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就打乱了我的计划，加速了我的计划。那其实我学了1整年之后，我认识你的时候，已经对，我认识你是 Tan 的 Milonga 的第3次，但是在他前面1年，我是刚开始参加这些活动，那么是在学了1年，差不多1年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到外面去接触一下更多的东西。我记得 Tan Milonga 2是在去年的4月份，今年它是在1月份嘛，对，所以去年的4月份前后，我就尝试往外走。在他在之前的时候，我只参加过3次的舞会吧，上海本地的。你学了1年只有参加3次，然后你就去外面跑了？对，就是第一，为什么愿意这样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拓宽我，跳不同人的一个边界。就是你在上海本地，可能你只能跳到，比如说100个舞者，那你可能半年1年，你永远只是跳到这100个人。那Tango最有趣的部分是，我觉得它就是变化。它整个这件事情，这个 community， 这个整个过程全部都是一个变量。对我来说，所以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跳到不同的人，或者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跳同样的音乐有不同的心情，那你的身体的水平啊，你的技术的水平都不一样，所以它就像一盘围棋。那我觉得，那我应该去找到更多不一样的人去感知。那通过这种感知可以帮助我更好的提升，因为你反复的在练同样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对 leader 来说，你会觉得很 boring。因为去到舞会的话，女生可能会觉得你会跳到不同的男生，然后每个男生的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整晚都在吃不同的菜。然后对男生来讲 ，leader 可能我学会了一整套动作，然后我整晚在不同的换盘子，但是我吃的是同样的菜。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可能形容不太贴切，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反复的在跳同样的雷同的一套动作，可能我跳了10个台。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在不断的 repeat。这对于不同的女舞者来说，对于同一个女舞者来说，她跳到不同的男生，她可能就跳到不同的套路。而对男生来讲，我跳到不同的女生，虽然女生换了，音乐也换了，但是我跳的还是我自己同一套熟悉的动作。那你觉得去跳更多的女生可以帮助你打破这个状况？因为女生的水平会有不一样。OK， 如果我的水平是，比如说我把它分1到10的话，我的可能是在3的时候，我就不太敢去跳到5啊、6啊，甚至7啊、8的那些女生。那么她们有的东西我是看不到的，那我可能只会和1到3的女生一直反复跳，那我只能在我3的这个范围里面反复的循环自己。OK， 那你想要突破就比较难。那么就好像你去练肌肉一样，你每一次去推的重量要超过你上一次，超过你的极限，那么你下一次你才能够增长，对吧？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我要去去到外面跳到超过我3以上的这些女舞者可能会更高，对吧？我可能一开始只跳到4，跳到5，这些女生跳着我熟练了，我可以跳到6、7、8，可以找更高的女生去跳。那这样子对我的推进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一直是在学校里面只是和3以下的，那我永远只在3这个水平。那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当然我要在学校里打基础，是必要的。那么逐步可以出去接触一些更高级的，那来促进我的增长。所以才会说想出去跑一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正好那个时间正好疫情也结束了，正好开放了嘛，可以往外跑，我就
想看看外面的舞会是怎么样，因为不同的地方人的性格啊、感知啊、动作方式方法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就开始跑。所以我第一个到国外的舞会是曼谷，曼谷 ，OK 第二站是香港， OK，第三站广州。嗯哼，然后正因为去了这3站之后呢，在广州认识了 Felix 和他的那些学员啊朋友，最后他们就跟我说，哎，我们有个活动啊，你要不要来啊？就怎么样。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想去的，那后来想，哎，也挺有意思的。那隔了1个月，那我就去了。因为这可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类似马拉松一样的活动，因为先只是从曼谷到香港，只是去像旅行一样去看一下本地的 local 舞会嘛。哎，就歪打误撞就去了吧。然后去完之后发觉，哇，原来很不一样啊！你可以很密集的跳到很多好的舞者都不认识，然后在这个当中，你对自己的跳舞的理解又不一样了，因为有不同更多新鲜的元素啊，人给到你很多的 inspiration， 所以你会那个时候你就会兴奋度提上来，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啊，我应该多积极的往外跑，所以是从去年那个 Dance Milonga 的 2 开始，我就投入很多的时间，到外面去看，然后当然也是只要回来，我就是必定会去上课嘛，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那你在第一次这样出远门之前，你会担心说，因为可能自己还跳的资历比较浅，还没有跳得非常好，而有这个压力吗？没有啊，我觉得出去才没有压力，你在自己的城市才会有在自己的城市才有压力啊。因为在自己的城市大家都认识啊。每周的舞会啊或者同学啊，大家都大概就知道这个 community 就那么大，那你会有口碑嘛？大家说哦，这个学校出来了张三啊，他跳的怎么样？跳了几年怎么样？然后下一个礼拜你又能碰到，下个礼拜你又能碰到，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这个是个熟人嘛。但是你去大活动的时候，那就一锤子买卖嘛。我不认识你，这3天跳完再见。我跳的好也可以，跳的不好也可以，然后你也不认识我，反正下次见面又忘记你是谁。对啊，这个所以你既然可以被忘记，所以你就可以更放肆啊。所以我就没有心理压力，我觉得很好啊。那我就到外面跳，要不然在本地更没有约束，你会感觉，哎，反正我就跳完就跳完，反正大家都是来玩的，然后一大堆人，谁跟谁跳都也差不多忘了。那你就尽情去跳就好了，你也不要想说我啊，为了一定要跳成怎么样，我就正常发挥，你去 enjoy， 你去尽情的能跳什么就跳什么，哪怕跳错，反正别人也不会，你明天就走人了，对不对？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点，可以鼓励大家学生跟我一起出门去玩。对啊，因为你在自己的城市，你会觉得不好意思，我跟这个同学跳。我总是要跳得好一点才跟他跳吧，不然的话他要嫌弃我啊，因为每天都能看得见啊，怎么样，对不对？我认识他5年了，他知道我怎么样啊，那个不认识啊，陌生人就是首先陌生人你完全不知道他背景，对你没有任何的评估，其次陌生人，怎么说呢？陌生人会比较友好，因为会比较珍惜那短暂的几天的相处，大家都会更友好一点，对不对？你在自己的俱乐部天天都认识啊，差不多都吵过架，对不对？熟的不要再熟了，对不对？那就你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待人接物各方面心境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到外面去，我很放飞，我很轻松，我好像背后就没有线牵着我，你可以很肆意的去跳动，展示你自己，而不用去避讳说啊，我在这个圈子里谁会怎么说啊，怎么样，随意啦。Anyway， 就算说也是我听不见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碰到。对，这倒是真的。就其实打破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屏障嘛，就是出去的话可以。很有趣。那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上次也跟你稍微聊了一下，是关于你认为
探戈是像一盘围棋，国标是像一对盘象棋，可以多跟我们讲一下这部分的想法吗？因为我早年是跳国标的，学了大概3-4年嘛，也有参加一些业余比赛。然后后来不跳呢，是因为发现这个你必须是固定舞伴，而且通常来说，国标它是一个竞技双人舞，固定舞伴基本上是情侣、夫妻，兄妹啊这样子，就是有很亲密关系的人，这样才能保持你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在一起交流啊，你的身体的感觉和谐度会越来越高。甚至有些人不是情侣，也不是夫妻，也跳成夫妻了。那这个才是国际标准舞它的一个特点吧。那不然你想在里面得到很好的成绩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很身体的接触很亲近嘛。但是呢，国标它又有一个限定，它其实是一种身体竞技，它在相对固定的套路里面，你们的套路基本都是一样的。背出来之后，还得不断磨练两个人的身体的熟悉度和竞技的水准。所以，国标的有趣性就比较低，因为中国的那个象棋的话，其实它就有300多套棋谱，下棋的那个招数，你可以把它背出来。背出来之后，就看你背的更多，然后你出哪一招，我会用另一招来解你。其实它的棋局的组合是有限的。哦，原来是这样哦。对，象棋应该据我以前学象棋，我爸爸跟我说，只有300多种，就是他随便怎么下，它的组合就300多种。所以它就有一个 limit 啊。那么我也学过围棋，我觉得围棋它很简单，放一颗子，然后它4个点你可以随意放，就选择嘛。那我就发现 Tango 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多项选择，你每一次的下一步就是3个方向，前侧后，3个不一样的方向会导致下面的结果再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围棋也是，你走一步下去，你有4个点可以放，你放任何一个点，得到下面的结论又不一样。然后围棋的就是它的原理很简单，就这样一个子一个子放。象棋它会有每一种棋子它有不同的走法。就相当于有不同的套路，但是它是固定的套路，只能这么走。像你的象就不能飞到对面去，对不对？你的小兵就可以过河嘛。那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雷同，就是这个很雷同。而且围棋的棋局，你一辈子和同样的人可能都会下到不一样的棋局，因为他的心情可能不一样，也跟他的心情有关。对，他做的判断，他的状态和他的大脑的计算和对后面几步的计算都会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可以考察一下，就是围棋界其实棋局没有完全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复盘某一个棋局，但是在某些招的下子的时候，某些人会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去解掉这个，去做另外的解答。所以通常来讲，就是围棋就会千变万化，而象棋会只有300多种固定。那我觉得阿根廷探戈也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即兴的，我们只有基础的舞步，在基础的舞步上，你配上阿根廷探戈的音乐，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碰到不同的人，或者和同样的人跳同样的曲子，但是你的心情也不一样，你这个时间点上你的学习的水准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啊！而且你每走一步下去，也和围棋的下一步类似，你要做3个选择，这3个选择就会形成后面3，后面再3，再3，再3，它就是一个数量级的累积之后产生很多不一样的结果。而且这是个人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跳到了那个舞池里之后，又有其他人也是在做这样子的，然后当你整合到一个整体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互相影响的，然后导致你个体的选择又会变化，然后 DJ 做的音乐排列组合又会变化，然后你今天的心情又会变化，你是不是被老板骂啦？你是不是涨薪啦？然后你来跳舞的心情状态又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一直会把他们做一个类比，我觉得很相似。蛮有趣的。对，我都说有7个变化，有7个选择。7个选择吗？前侧后停，
正转、逆转、换重心啊七个。我只是指单个一个步子的走向上是只有3个嘛，嗯你这个加上了其他的那个维度，其实维度很多嘛。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变化真的超级多的。对啊，所以你这个就是数学的一个排列组合的这个数量级的累加嘛，你得到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嗯，那你现在跳2年多，你觉得探戈带给你生活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最大影响就我只在跳舞。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人生中只有跳舞这件事情好像少了些什么啊？我最近2年我真的只在跳舞，当然我有工作，很多人以为我不工作，但其实我是有工作的。那正好这2年我的工作有一些暂停，然后又刚刚重新开始，然后我的工作又是比较特殊、比较轻松的，相对来说我是比较 flexible 的时间，所以这2年我基本上跳舞占据了我80%的时间吧，除了睡觉。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充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是打基础的时候，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密集的去做一些基础训练。只有这些密集的基础训练达成之后，你可能才会往更高级的方向发，不然的话，很多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做，就跟造楼的打地基一样。另外一个，我就觉得 Tango 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观念吧。比方说发型啊，这造型啊，是吧？原来我是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户外运动的人，OK，而且我是做 fashion 的，那我是一个做牛仔品类的人，那所以我都穿牛仔裤啊，然后穿皮衣啊，穿一些工装啊这样风格的，但是跳了 Tango 之后，你的造型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会更多的去穿一些那些复古式的西服啊，宽松的裤子啊，这样子皮鞋啊这些，所以就你的首先你的人的一个 style 就有变化然后会去穿一些以前你不穿的东西，或者说很少穿的。然后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就是我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了，就是对，以前你会很复杂，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不同的维度，然后你可能也会很茫然，每一个维度你可能有目标，可能没目标，你会觉得你会被很多事情牵着走，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但是当你跳了探戈之后，我觉得我的内心会很丰盈，就是其他很多以前很纠结的事情就不再纠结了，觉得都无所谓，就可有也可无。但是我会变得很快乐，我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饱满，因为我很忙，我很多的时间安排是我在这边要去练习啊，要参加这个活动干嘛，我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去胡思乱想，想说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怎么样，就我觉得是变得更充实和简单。我蛮喜欢这句话的。对，就是吃饭、睡觉、跳舞。那你刚刚讲到说你会现在得要穿一些就是我们探戈比较喜欢的服饰，比方说比较宽的裤子啊，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子对于你这个转变来说，你会觉得很别扭吗？因为以前比较舒闲嘛。我觉得也没有吧，我在慢慢把它融合，因为我是做牛仔面料的，我尝试把我的牛仔面料去做成一些跳舞适合的款式，方便我旅行去穿。然后从西装的角度来讲，那些我本来穿牛仔就是穿的很 vintage 的，比较复古的，只是说它是一种机车的风格和一种偏 casual 正式的风格，就是说西装类的风格，没有太大的冲突，只是多了一些选择而已。蛮有趣的。